是整个影史上最令无数影迷惋惜的一部电影。只因上映当初，它就血洗了整个好莱坞，几乎拿下了当年电影界的所有大奖，甚至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但最终却在评最佳影片时，竟然惜败给了当年的《水形物语》。可尽管如此，却仍有无数观众认为它就是2017年当之无愧的最佳影片。而这部电影就是有129万人看过，却依然还能保持8.7超高评分的逆天神作《3块广告牌》。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到底讲述了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竟能让看过的百万网友全都惊呼太牛掰了。而故事发生在美国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个名叫海斯的女人花费高价租下了3块几乎报废的广告牌，可她却只在上面写下了3句话：有人惨遭奸杀，但却没有人被逮捕，这是怎么回事？威洛比局长，原来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奸杀焚尸案，而死者正是海斯的女儿。可案子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警方的调查却依旧毫无进展。于是海斯突发奇想，租下了3块广告牌，以此表达自己心中对警方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警察的不作为，才会导致杀死女儿的凶手至今依然逍遥法外。不仅如此，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此事，同时也为了给警方增加更大的舆论压力，海斯还特意邀请了电视台记者做采访。而很快，广告牌的事便在整个小镇传得沸沸扬扬，而小镇上也即将迎来一场可怕的腥风血雨。随后画面一转，在得知此事后，很快作为当事人的威洛比局长便找到了海斯，并希望他撤下广告牌。威洛比表示，案发后他们比对了警方数据库里所有犯人的 DNA， 但却并没有符合的嫌疑人。更关键的是，案发前后还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这让警方根本无从下手。Right now, there ain't too much more we can do. Could pull blood from every man and boy in this town over the age of 8. There's civil rights laws prevents that, Mrs. Hayes. And what if he was just passing through town? Pull blood from every man in the country then. Then what if he was just passing through the country? If it was me, I'd start up a database. Every male baby was born, stick him on it. And as soon as he'd done something wrong, cross-reference it, make 100% certain it was a correct match, then kill him. 然而这时威洛比却突然说道，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寻找凶手，似乎那些广告牌对他很不公平，况且他已经得了癌症，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落得如此下场。可海斯却表示，等你死了之后，那些广告牌也就失去了意义，难道不是吗？最终面对海斯尖酸犀利的言辞，无话可说的威洛比也只能失望的离开。可紧接着时间来到晚上，没想到就连小镇上最德高望重的神父竟然也来劝说海斯撤下广告牌。神父表示，他知道因为女儿遇害的事情，过去1年的时间里，海斯的确过得很糟糕，但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威洛比的人品，并不是他不想抓到凶手，而是他真的已经尽力了。更关键的是，如果海斯稍微打听一下就会知道，如今的他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小镇的公敌。可这一切海斯却根本就不在乎，他只是想要抓到那个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于是面对神父的劝说，海斯丝毫不给面子的怒对道，像你这样偏袒一方的神父，根本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说完，海斯便直接让神父滚出去。而另一边的威洛比照常来到医院检查身体状况，医生却告诉他关于广告牌的事，他们都站在他这一边。但没想到医生话音刚落，威洛比就愤怒地说道，他不希望以后再听到任何人说起这个话题。虽然小镇的人都站他这边，可威洛比却终究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于是回到警局后，他立马让同事调出了海斯女儿的案件，因为他想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到新的线索。可结果却并没有。与此同时，这边海斯来到诊所拔牙，可牙医却看都没看就要帮他直接拔掉，甚至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于是海斯见状连忙阻止道，是否应该先给他打点麻药。于是牙医这才不情愿地给他打了一针。可牙医接下来的话却彻底惹怒了海斯。 I just wanted to say there's a lot of good friends of Bill Willoughby in this town, Miss Hayes. No! Ow! Stop! No! God damn it! Why don't you tell those good friends of Bill Willoughby to tell him to go do his fucking job, fat boy? 原来牙医是威洛比的好友，他之所以针对海斯，也只不过是想替好友出口恶气罢了。而没过多久，威洛比就接到了报警，有人举报海斯在诊所折磨牙医。然而面对威洛比的询问，海斯却坚定地表示，那只是牙医失手弄伤了自己。但很显然，威洛比并不相信海斯的说辞。可就在两人发生对峙时，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威洛比突然一口鲜血喷在了海斯的脸上，海斯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威洛比的癌症并不是假的。随后就在威洛比被送往医院前，他却让人放了海斯。或许这就是他被所有人敬重的原因吧。他明知是海斯折磨了牙医，但却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他理解海斯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紧接着时间再次来到晚上，海斯带着儿子一起回家，而那3块广告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可那上面的内容却让儿子无法接受，那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关于亲人遇害的细节。他不理解作为母亲的海斯为何要这么做，难道他就不能让死去的女儿好好安息吗？于是回到家，不愿搭理海斯的儿子便独自将自己关进了房间。似乎自从女儿遇害后，母子俩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糟糕。海斯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孤独的他只能来到女儿的房间，回忆起了两人之间最后的一次对话。那天女儿向海斯借车，准备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游玩，但没想到海斯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和女儿发生了强烈的争吵。 Are you gonna let me borrow the car or what? Why don't you just walk, Angela? Why don't you just walk? You know what? I will walk. I will walk! And you know what else? I hope I get raped on the way! Yeah, well, I hope you get raped on the way, too.
可没想到却真的一语成谶。当天晚上，女儿便遭遇了不测。也就是说，与其说海斯是在责怪警方的不作为，不如说他是在责怪自己。如果那天他没有和女儿吵架，而是把车借给了他，或许这一切的悲剧就都不会发生。可人生从来就没有如果。自从女儿遇害后，海斯就仿佛彻底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整个人也开始变得神经兮兮。这天吃早饭时，他故意将碗里的食物扔在了儿子的脸上，全然不顾儿子的感受，气得儿子大骂一声，便起身出去迎接自己的父亲。而男人叫查理，是海斯的前夫，曾经也是一位警察。查理刚一进门就质问海斯能否向他解释一下关于那3块广告牌的事情，而海斯则是表示他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督促警方集中精力调查案子的真相。可查理却说道，他也希望女儿还活着，可海斯这样的方式却并不能让他们的女儿死而复生。于是他想劝说海斯撤下广告牌，但没想到海斯却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原来正是由于丈夫的家暴和出轨，才导致他们原本的家庭支离破碎，从而导致了死去的女儿开始变得性格叛逆。所以在海斯看来，查理根本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他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然而查理接下来说的话却差点直接击溃了海斯的内心。 I'm such a shitty dad. You're such a great mom. All right. So how come a week before she died, she comes around asking if she can move in with me at my place? Because she couldn't stand the two of you bitching at each other no mo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I don't believe you. And I said, no, stay at home. Your mom loves you. I wish I hadn't. Because if I hadn't, she'd still fucking be here. I don't believe you. Don't believe me. 说完，查理便转身离开了。随后，海斯来到上班的地方，却发现店铺竟然关着门，而门上还有一张闺蜜给她的留言，内容是我被捕了。看到这一幕，海斯瞬间就明白了什么。紧接着，他愤怒地冲进警察局，质问一个叫迪克森的探员为何要这么做。原来，迪克森是维洛比的忠实粉丝，他不允许任何人诋毁维洛比的名誉，所以自从广告牌事件发生后，他就一直想要报复海斯。但维洛比局长却明确禁止他不要瞎搞。于是，无计可施的迪克森便心生一计，故意以藏毒的罪名逮捕了海斯的闺蜜，想要以此逼她就范，撤下那3块该死的广告牌。虽然海斯知道对方这是故意栽赃陷害，但他却也无计可施，毕竟警察可是拥有合理的执法权。无奈之下，他也只能暂时离开。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闺蜜的事情还没解决，海斯就突然收到广告公司的通知，他之前所交的费用，其中一部分只能算是押金。如果海斯不能在今天支付足够的租金，那么到时他们就只有撤下广告牌。可如今的海斯早已拮据到连生活都成问题了，又哪里还能付得起那高额的租金？但可就在海斯绝望无助时，没想到却有人匿名给他支付了整整1个月的租金。然而令海斯疑惑不解的是，作为如今整个小镇的公敌，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他？与此同时，另一边在将2个可爱的女儿哄入睡后，威洛比便来到妻子的床前，深情地述说着情话，可那听起来却似乎更像是在告别。果不其然，当妻子熟睡后，威洛比独自来到马厩，然后将一个黑色的袋子套在了头上，紧接着他便举起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得知这个消息后的迪克森却彻底的情绪崩溃了，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迪克森看来，威洛比的自杀与那3块广告牌脱不了干系，于是他愤怒地冲到广告公司，对着那老板狠狠地揍了一顿，甚至将他一把从楼上丢了下去。迪克森将所有的情绪全都宣泄在了对方身上，而这一切也全都被新来的局长看在了眼里。于是迪克森也因此丢掉了警察的工作。另一边，海斯也通过新闻得知了威洛比自杀的消息，而此刻的他内心却是五味杂陈。看着威洛比的死，海斯也不禁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难道说他真的做错了吗？可他也只不过是想给死去的女儿一个交代罢了，而这种事也很难说清到底是谁对谁错。但自从威洛比死后，找海斯麻烦的人便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威胁要杀了他，替威洛比局长报仇，并表示自己就是杀死海斯女儿的凶手。但海斯知道对方并不是，这家伙只不过是在替威洛比打抱不平罢了。这时一个女顾客突然走了进来，而她正是威洛比的妻子。原来威洛比在自杀前分别留下了3封信，其中1封是给妻子的，表达了他对家人的爱，以及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在以后让妻子看见自己被病痛折磨的样子。而另1封则是留在了警局，那是威洛比留给迪克森的。除此之外，还有1封是留给海斯的。 Dear Mildred, Dead Man Willoughby here. Firstly, I wanted to apologize for dying without catching your daughter's killer. It's a source of great pain to me, and it would break my heart to think you thought I didn't care, because I did care. There are just some cases where you never catch a break. Then 5 years down the line, some guy hears some other guy bragging about it in a bar room or a jail cell, and the whole thing is wrapped up through sheer stupidity. I hope that might be true for Angela, I really do. Second, I gotta admit, Mildred, the billboards were a great fucking idea. They were like a chess move. And although they ha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my dying, I'm sure that everyone in town will assume that they did. Which is why, for Willoughby's counter move, I decided to pay the next month's rent on them. I thought it'd be funny, you having to defend them a whole another month after they've stuck me in the ground. The joke is on you, Mildred, ha-ha, and I hope they do not kill you. So good luck with all that, and good luck with everything else too. I hope and I pray that you get them.
海斯这才知道，原来当初给他支付租金的那个神秘人，竟然就是威洛比。随后画面一转，时间来到晚上，在回家路上，海斯发现有人竟然想要烧毁那3块广告牌，于是他连忙下车准备灭火，并让儿子回家去取灭火器。但可就在海斯救下第1块牌子后，刚爬上第2块牌子的他就发现手里的灭火器竟然用完了。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关键时刻儿子及时赶了回来，并成功救下了第2块牌子。可海斯还想救下第3块，儿子却告诉他已经太晚了。但海斯还是不顾一切的拿着灭火器走到了那块牌子面前，可他却突然跪在原地开始哭了起来。原来真的已经来不及了。最终海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块广告牌燃烧殆尽。紧接着回到家，海斯的脑海里却突然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既然有人想让他不好过，那他就让所有人都不好。于是海斯偷偷溜进了警局对面的广告公司，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他想确认里面是否还有人。然而回到警局取信的迪克森此刻却正在品读威洛比留给他的信，根本没注意一旁响起的电话声，而这也为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正是威洛比的这封信彻底改变了迪克森的想法，而此刻确认没人后的海斯也正准备动手，只见他点燃了手里的燃烧瓶，然后直接就扔到了警察局。可迪克森却依然毫无察觉，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燃烧瓶被扔出，很快整个警察局就顿时被冲天的火焰所笼罩，直到海斯扔出最后一个瓶子，随着窗户被瞬间炸裂，迪克森这才发现着火了。然而面对生死考验，迪克森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保护海斯女儿的案件资料。关键时刻，他将文件夹塞进了衣服里，随后便直接冲出了火海。可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迪克森全身上下顿时就燃起了大火。但尽管如此，他首先想到的却依然是保护好那个文件夹。幸运的是，一个路过的男人成功救下了迪克森，而海斯看着关于女儿的卷宗，却瞬间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他不明白迪克森为何拼死也要保护案件资料，毕竟对方曾经可是对他恨之入骨。很快，燃烧的爆炸声便引来了警察。可面对局长的询问，在男人的帮助下，海斯最终顺利的逃过了一劫。但局长真的会不知道那放火之人就是海斯吗？另一边，烧伤严重的迪克森被送进了医院，可巧合的是，他竟和被自己打伤的那个广告商住进了同一间病房。而此刻在看着那个广告商，迪克森的内心却是十分愧疚，于是他极力的向对方表达歉意。但没想到对方不仅不计前嫌，甚至还热心的给他倒上了一杯果汁。而没过多久，迪克森便出院了。这天他到酒吧喝酒，却在无意间听到身后一对客人似乎正在讨论海斯女儿遇害的细节，这顿时引起了迪克森的注意。于是他假装醉酒上前搭话，并趁机在男人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拿到对方的 DNA。 但最终迪克森也因此被两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随后迪克森拖着一身伤痕回到了家，并把藏在指甲里的 DNA 取了出来。而接下来他只需要等待化验结果，就能确定那个男人是不是凶手。第二天，迪克森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海斯。 I don't want to get your hopes up, alright, but there's a guy, I think he might be the guy. I got his DNA. I got a lot of it, actually. They're making the checks as we speak. He's in jail? No, but he ain't going to find. Why do you think he's the guy? I heard hi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he did to a girl in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I couldn't hear all of it, but it sounded a lot like what happened to him. So 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I don't want you to give up hope, you know? Hey, Dixon. Thank you. 可很快局长就告诉迪克森，根据检测结果显示，那个男人并不是凶手。虽然迪克森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但他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紧接着失落的迪克森便将真相告诉了海斯，这让他心中燃起的那丝希望再次破灭。而迪克森告诉海斯，他准备找到那个家伙，因为直觉告诉他，虽然那家伙不是凶手，但却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说不定就有其他哪个女孩惨遭过他的毒手。于是海斯决定和迪克森一同前往。与此同时，一路上海斯向迪克森坦白了纵火的经过。可他没想到的是，原来迪克森早就已经知道了，那晚放火的人就是海斯。毕竟整个小镇除了他之外，没人敢在警察局放火。不过眼下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迪克森疑惑地询问海斯，等他们找到那个男人后，是否要将对方杀掉？对此海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表示，既然他们现在都不确定，那就等到路上再做决定吧。至此电影结束，也就是说，其实导演将那个最后的决定留给了所有观众。